这位王老爷家资甚是丰厚啊。家眷尚在门外，休得胡言乱语。是，杨探正。你怎的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？又不是第一次进灵府。我总觉得会出事。怕什么？咱们可是这届考核3甲，况且还有杨探正在。走。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救我！救我！怎么是幻境？杨探正，我们进入干尸了吗？此人影壁已遭侵染，快走！杨探正，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不走，不走！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我差点以为你们出不来了。蔡毅，速送赵伯忠去静舍治疗。近日来静舍治疗的探命卫似是多了不少，听说出了灵府侵染之事。我完全好了，你琵琶弹得真好。你伤的本来也不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以后我还来找你。呸呸呸！你最好别再来了。我叫温十儿。温十儿，总觉得有些熟悉，可又想不起来。怎么了？赵伯忠怎么样了？他没什么大碍，5日便能恢复如常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就安心多了。别人查不出来，我认。但你杨探正是司臣大人一手提拔，将来要取代我这个老骨头的。你说查不出来，是什么意思？掌坛恕罪，事主影壁中出现幻象，无法探查死因，亦无法进入心象层查探过往记忆。皇上病重，局势难料，司城连日肃守宫中，废除探明司之说又起。此案当前，万出不了一点纰漏。陶兄稍安，我前日也遇到一桩灵府被侵染的案子，事主遭人勒毙，无反抗痕迹。我等进入事主灵府，发现其中已被幻象遮蔽。幻象中，只见一白一黑2条河流。头发，掌堂，怎么是头发？那头发极为难缠，图源骨骼尽被绞碎。我与图远沉入水底，发现水底竟有2个巨大头颅，黑白2条河流便是他们的头发。跳，快跳啊！跑，快跑啊！我2人险些溺亡，所幸最终寻得出口，离开灵府。图远已送去静舍治疗。不能跳过幻象，直接进入心象吗？过往我们那些跳入心象的手段，在幻境中毫无用处。下官亦有尝试，但这个幻象似乎只许出，不许进。看来制造幻象之人，这次手下留情。秦主事何出此言？杨探正是司城大人的亲传弟子，可还记得去年那个案子？去年4月初9，一个名叫张茂的马贩子
被勒死在寄居民宅中。3名探民卫奉旨查探，尽皆失去神识。张茂灵符已散，曹公公便解脱了那3位同僚的性命。后来，司城大人杀了张茂的一名同伙，查出张茂本名阿骨打，乃是一名金人奸细。此案自此以仇杀结案，未再追究。此案我亦记得，但仅凭死因相同，就能断定3案彼此相关？不能，在下只是猜测。我往刑部调阅近年悬案，近1年竟有11起勒毙命案，其中8起死者灵府消散，探明司未曾介入。另外3起，我想起来了，全都由司城大人亲自经手，没掀起什么风浪。你是想说，依我之见，应当并案处办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倘若都是同一人，怎可能1年内犯下这许多凶案？秦主事，您怎么看？断案我不擅长，要说查探心相，我倒有个特别的人选。罗掌坛，您真的要亲自带我进灵府吗？糟了！师傅，你怎么在影壁就碎了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不自量力。赵伯忠说，幻象极其凶险，你非要跟来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你这徒弟还嫌弃师傅？停，只许长一个。小气。师傅，你到底为什么会碎？还从未同我说过。神识受到重创，就4分5裂了。你功夫那么好，怎会受重创？小心，幻象要来了。我在薛海的心象中见过此地。来，过来。这是温七。他不是被杀死了吗？温七呢？是薛海所在的那支军队。山海孝义军，竟是山海孝义军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都是幻象，都是幻象！火，好大火，全烧死了！师傅，你醒醒，哪来的火？幻象消失了吗？师傅，您怎么样了？唐小荷干得不赖，看来这里就是事主心象的入口，每一只手都是一段记忆。事主刘恒泰分明是个男子，每段记忆都是一个女子的生活。刘兄，你这美人烛台怎么不会睁眼啊？为何闭眼怠慢我的客人？既然不喜欢睁眼，那就不要睁了。好玩，好玩！救命！你也不许看。比这更惨的我也见过，唐小荷，我们不是来为他哭的。此人偷盗金餐已经畏罪自尽，送去报官，然后处理掉。是，老爷。
我明白了，刘亨泰此人罪大恶极，这里的每一只手，都是他残害过的女子，是他的战利品。弄脏了我的回回毯，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。怎么了？刚才的琵琶声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温十二。师父，温学儿身为净舍医士，怎会在此处？京中达官贵人常会请净舍医士到家中为他们安神静气。怎么，你疑心他是杀害刘亨泰的凶手？我只是想起一些事情。如何？禀长谭，事主隐蔽被幻象侵染，但我们成功去到了新巷，找到了事主临死前的一段记忆。凶手何人？凶手从事主身后袭击，事主并未看清凶手面目。没有其他线索了。观其心相，事主刘亨泰平素暴虐仆婢，残害性命甚多。凶手衣着与他曾经虐杀的一名帝女别无二致。属下揣测，凶手假扮王女模样前来复仇。张谭，商贾汤荣今缢死家中，灵府消散，咱们并未勘验。可是当年伙同刘亨泰残害婢女青罗的那人，正是死者双手双目丰满凝固蜡油，死法和青罗完全相同。昨夜府中仆役起夜，撞见一名青衣女子掠过窗下，如今四处谣传，乃是冤魂索命。刘汤两府之人，全都排查了吗？着重查了从前被他俩虐待过的下人，皆有确凿不在场凭据，并无行凶时机。慈悲姑姑，刘亨泰和汤荣的案子，我已排除嫌疑。仰仗姑姑谋划布局，王书童的案子，我也全无嫌疑。魔劫已了，从此新生。姑姑的慎独甚是厉害，探明司也不过如此。他们已经查出有人假扮青罗，你们速速离去，今生今世勿再相见。若非慈悲姑姑，我二人早已被虐待致死。姑姑的再造之恩，我们没齿难忘。既然已经舍死无畏，世间万般困境，皆无法缚住你二人。去吧。你该出来了。慈悲姑姑，或者我还是叫你温十二吧。我想知道，你是怎么这么快知道是我？我在刘亨泰的心象中看到了你。看来突破我的慎独，进到心象层的人就是你了。幻象中，我看到了温妻。我本不该认识她，但我进入过一个人的心象，他曾是温妻的朋友。我去找了那个人的妻子，得知温妻还有一个弟弟，2个妹妹。当年金人劫掠宽殿珠宝，温妻的父亲和弟弟惨死，母亲和妹妹投江自尽，还有一个妹妹不知所踪。那个妹妹名叫温十二。我哥后来怎样了？你一定看到了，快说！你哥背叛了山海孝义军，投靠金人，被徐平辽所杀。不会，绝非如此。我哥从未投敌。当年我被金人掳走，我哥历尽艰险寻到我，他说一定要救我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如何从金人手中脱身，但你肯定吃了很多很多苦。后来你觉醒了探明能力，被送到探明司，在净舍做了一名医士。你精通琵琶，能以音乐疗愈神魂，技艺精湛，时常被权贵召至府宅。屏风帷幕之后，你看过太多锦衣之下的肮脏苦楚。菩萨，
或许是因为你想起了自己的过往，你决心出手相助，成为慈悲姑姑。菩萨，若今日无人救我，那以后求您别再让别人变成我。菩萨不救，我来救。刚才的红衣女子是王叔同家的婢女，绿衣女子是刘亨泰家的婢女。在王叔同和刘亨泰死的时候，他二人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据。但我现在明白，他们是互助杀人。你选择那些被逼至绝境、胆大无畏之人，教他们如何合谋作案。他们彼此接应掩护，编造不在场假象，搅乱官府查案线索，蒙蔽他人耳目。这些不过是你的猜测，你并无证据。只要将你正法，便可得知一切。不过我猜，你手中还有足以让所有探明卫在灵府中横死的慎毒。去年那个名叫阿古达的金人奸细，就是你亲手所杀。是我，那又如何？慎毒从何而来？无可奉告。慎境幻象，皆出自你手，对吗？你可知宽殿惨案、山海孝义军都是不可言说之事。不可言说，我偏要说。我不但要说，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这是你成为慈悲姑姑的真正原因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来这儿，不就是为了抓我吗？对。但嫌犯温十儿趁我不备，以利器刺伤我，畏罪潜逃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动手，还来得及。抱歉，这一次不能再为你疗伤了。姑姑，你母亲姐姐刚烈赴死，唯独你这软骨头苟活为奴，可见你生来卑贱，只配伺候大金贵人。不知何人与我照。你本是金鹿的玩物，总兵留你性命，你竟不知好歹！说这些做甚？咱们将他好好惩戒一番，磨掉性子，往后自然安分听话。他竟然有探明之力！有人骂我怕死，有人笑我无知。若是人人皆赴死，谁体了冬季旧事？近日那些有关山海孝义军的传闻，可曾查到来路？回先生，晚生在探明司摸到了一些端倪。探明卫间私下传言，在慎独幻象里窥见了金人屠戮宽殿珠宝的残景，还有山海孝义军的鬼魂。把孟凡简那个老东西给我叫过来！尉迟先生需静养半月，万万不可再受刺激。双疗还是那个双疗，医师不再是那个医师了。师父神识重创，定然与山海孝义军有关。山海孝义军当年与金人一战，真的无一人生还吗？后来有人去寻，3000余人的大军，竟似凭空消失了一般，不见踪迹。难道竟是被大火焚烧一空？薛海当时折了腿，久治不愈，未能出战。他后来常常念叨，自己本该埋骨沙场，是昭昭借运给他，让他多陪了我们母女8年。是他小时候薛海教他的。师父似乎知道山海孝义军父王的真相，他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葛老洞这般肝火，小心伤了身子。你干的好事！葛老想要的慎独试验有效，不听话的闵文胜等人也已经为您除掉。求人得人，
何故责难下官？慎独患情中，为何暗藏辽东旧事？慎独炼制不易，需融入炼者神识，温时而以音律入毒，所炼甚净最真。当初是您亲选，阁老若是不喜，这批慎独销毁了便是。胆敢愚弄老夫，老夫定让你人头落地！阁老杀了我，何人为您炼制慎独和长生之药呢？一直去，一路遥，一场山梦着天晓。若教钟鼓无人记，便借冤魂入梦堂。来，跟我念：宽殿城，北风高，家家门前长野蒿。宽殿城，北风高，家家门前长野蒿。男儿定向边关死，女儿零落向寒郊。宽殿城，北风高。